我深藏于地底岩层之间，却在人类文明中被天空代言。在古埃及，我曾与黄金一起将永恒且神秘的远古力量嵌入法老面具。在欧洲，我曾在无数名画上接受世人膜拜。而在中国，我不仅仅是一种颜色，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传奇。我青金石拥有全世界最深邃永恒的天空之蓝。有人说我是天空掉落人间的蓝色碎片，也有人说我是大海最悠远的深蓝。虽然拥有几乎和天地同寿的年岁，但我的故事还得从以阿富汗为起点的青金石之路开始。漫长而艰险的贸易路线使我身价倍增，与生俱来的极致和稀缺使我在所有人类文明中无可取代。Bizning Uyg'urlarniki teshik keldi。色相如天，若精血散乱，若众星立于天。当我被矿工们小心翼翼地从岩石中挖掘出来，跨越高山，穿过沙漠与河流，躲过强盗与灾难，终于到达中国时，我已成为比黄金更珍贵的宝石与颜料。我这一路注定要在不同文明之间穿梭驻留，但不管抵达哪个国度，人们对我的喜爱和推崇从一开始便如出一辙。尽管一度被阿富汗奉为国史，我还是更喜欢汉语赋予我的诗意和气质。金睛、球林、锦鱼、清代，都曾是我在中文世界的名字。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我便曾以金睛之名在巴米扬大佛前与高僧玄奘有过一面之缘，但这并非我与东方文明第一次相遇。西汉时，张骞开辟的古丝绸之路上，来自阿富汗的商队便曾将我带到中国。盛唐以降，作为源自异国的蓝色珍宝，我已是东西方交汇中的常客。而在那些古老虔诚的石窟中，我更以颜料的形态描绘出层层叠叠的传奇故事，留下神话般持久绚烂的色彩。作为全世界最奢侈的天然矿物颜料来源，画匠们必须耗费足够的耐心和体力，才能拥有上好的天然群青。当坚硬的原石在巧匠们手中反复捶打磨碎，再经过一系列繁复而细心的操作，才能将矿石中的杂质分离出来，提取出最纯净的青金石颜料。作为颜料的我，仿佛凝固在笔端的时光，诉说着生命般的神秘、诗意和深邃。矿物颜料它的属性是特别稳定的，因为它是岩石嘛，所以它和我们经常用的植物颜料的这种化学合剂的颜料呢，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是矿物颜料它作为一个岩石的一个载体，它经过上千年的这个演变了，它是不会变色。我的颜色是主佛头顶
那一抹神圣之蓝，像是一片不可撼动的无尽之海，凝聚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奥秘，摧枯拉朽的千年时光，洗尽多少温云世事，却永远冲不掉我最初的鲜亮与纯净。时间在我脚下流淌，而空间被我赋予永恒的光芒。我将体内沉睡10000年的蓝倾注于画师笔下，每一笔都是人类对高贵与神圣的向往。在敦煌，委托画师们以我青金石作为颜料的，或是用我这极致绝美的蓝来点燃他们的追求和信仰，或是以我的昂贵和稀缺来彰显他们的心愿和虔诚。将我留在画壁上的每一画，都是供养人对永恒的追求和敬畏。如同流淌在敦煌壁画中的一曲不老旋律，在这幽深的洞窟里，我来自遥远山脉的这抹蓝，就这样和祭月天们一起，与天空同色，与时间共舞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甲子又一甲子，100年又100年，直到所有纷争都在风沙中散去，直到其他颜料都被时间褪去光彩，至少还有我，画师们留下的这抹蓝，依旧鲜亮如初，坚定不移。这就是我在敦煌的故事。一代纷飞，是人世间不竭不灭的美好向往；青金闪耀，则是我生来便跨越国界的语言。回头却步人间事，但见群青似小童。中国传统色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，它一直对外来文化保持着交流吸收。青金石的原产在今天的阿富汗，一方面呢，它向西传达到了地中海，那另一方面经由中亚到了我们的新疆，到了我们的敦煌，到了我们的中原。就青金石这种颜色呢，它就是中外文化交流，我们中国色彩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的象征。到了清代天坛的顶就用了青金石的颜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青金石的说法叫色相如天皇帝要去这个天坛祭祀的时候，他不仅要看到天坛的顶是青金石色的，他还要戴上青金石的朝珠，这都是制度的安排。可以媲美天空的湛蓝，更是这个星球上不同族群对美好和永恒的共同追求。文明底色。